东儿有些紧张地搓着发红的手，微羞说道：他如今对我也是好的，少爷你瞧中的人能差到哪里去啊？既然你们在儋州也没有什么亲戚，为什么不肯跟着我去京都呢？当年我就弄错了，把你搁在外面，这日子也不见得会安宁到哪里去。不要担心，在京都我会养着你，你继续开你的豆腐铺好了，只不过就在我身边，我们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。范闲何尝需要东儿照应什么呢？这话的意思清楚得很。思思也在一旁劝道：是啊，冬儿姐，你可知道少爷去到京都之后办的第一门生意就是做了个豆腐铺子，如今京都的王府都是吃咱家的豆腐。范闲眉头一动，苦笑了起来，心想这妮子说的话怎么听着就这么别扭呢？思思笑着继续说道：你要是去了，这豆腐岂不是卖得更好？东儿犹豫片刻以后说道：少爷的意思其实冬儿心里明白，心里感激，只是冬儿实在不想去京都。为什么？东儿想了想，脸上忽然闪过一抹极温柔的笑容，缓缓说道：在儋州住久了，谁愿意离乡背井呢？京都虽然好，可地方太大，我怕去了心慌。再说也不想麻烦少爷老照顾我的。唉，京都又没有魔鬼，有什么好心慌呢？谁像你这丫头从小就贼大胆儿。正说着话，忽然院外传来一声稚子轻声，东儿的面色忽然间变得愈发温柔起来，起身走到门口向外望去。此时阳光已经升至中天，炽烈的阳光擦着屋檐的边缘射了下来，落在这位妇人依旧美丽的脸庞上，光线顿时变得温柔了起来，妇人的神情显得是那样的恬静与满足。在外游玩的小姑娘回来了，东儿牵着自己的女儿进了屋来，指着坐在中间的范闲说道：叫少爷。范闲看着东儿姐手中牵着的小丫头，脸上浮起一丝真心的笑容。一晃2年多不见，这丫头眉眼已然展开，继承其母的清丽开始夺人眼目，眉宇间的稚气更是惹人怜惜，尤其是那双咕噜噜转着灵动无比的眼睛，正好奇地望着自己。还是叫舅舅。范闲伸手将这小姑娘抱进怀里，看着有些紧张有些不安的她，笑着说道：几年不见，怎么不认识小舅舅啦？小姑娘抬着脸看着范闲那张漂亮的脸蛋，偏着头想了一会儿，忽然间嘻嘻笑了起来，说道：小舅舅，你跑哪玩去了？正如范闲是东儿抱大的一样，范闲少年时常常在豆腐铺子上流连着，这孩子也是抱了不知道多少次，而且他一味地宠着疼爱着，时常买些小东西给这丫头，所以小姑娘家对这个小舅舅印象特别深刻，虽然年纪尚小，却是记得清清楚楚。9岁了吧？范闲端着怀里的小姑娘的脸蛋对东儿姐问道：少爷好记性，再过几个月就满10岁了。范闲看着小姑娘身上大大的布口袋，将她举过头顶掂了掂重量，满意的说道：身子骨不弱，不过小姑娘家别成天到外面去疯，这么小的年纪，冬儿你也别让她做事，唬是咱们家丫头了。哪里舍得让她做事啊，这是从学堂回来呢。范闲转眼好奇看了东儿一眼，顺手将怀里的小姑娘放下地去。小姑娘乖巧地给思思见过礼，思思这才心疼地揪了揪她的小脸蛋，将范闲早就约好了的礼物拿了出来，塞到她的手里。小姑娘看了母亲一眼，得了允许，才高兴地将礼物接着，一面揉着有些微痛的脸蛋，一面对母亲说道：娘，我去给爹熬药去了。东儿怜惜地看了她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小姑娘一跳一跳，兴高采烈地捧着礼物进了礼间。看着这一幕，再加上前面那一句，范闲忽然对东儿姐姐有些另眼看待了起来。能够教出如此懂事的小孩子，东儿姐真不简单。虽说庆国有不少贵族小姐在年幼时会去族学里读书，甚至京都还有专办的女子私塾，可是在民间，女孩子的地位依然是极低的。至于上学读书，更是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。东儿姐居然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去读书，这份魄力就不是一般平常女子能比的。范闲看着她，赞惜说道：你做得好，这孩子必须读下去。东儿温和一笑，想了一会儿以后说道：只是毕竟是女孩子，虽说知道多认些字明些理总是好的，可是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办？哼，有我这个小舅舅在这儿，这满天下
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便是一个承诺了。东儿大喜过望，却知道少爷不喜欢自己行礼，便只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别乱许亲事，就算要嫁，也得让我先知道。东儿满足地笑着点点头，说着闲话，便到了中午用饭的时候。东儿为难说道：少爷你且坐坐，我去准备一下。范闲知道自己若在他家吃饭，定然又是好一番的扰攘，指不定还要去左邻右舍借些食材，便赶紧阻道：吃自然是要在你家吃的，只是别那么麻烦，就吃你往年做的豆腐饭。东儿忽然哎呀一声，捧着额头恼火说道：哎呀，都还没有点酱，搁在铺子里，怕是吃不得了。你忘了我端了2根来了。一番忙碌之后，东儿相公也被小姑娘扶着走出了卧房。虽然还没有用范闲配的药，但先前诊治的时候，范闲已经镀了一道天一道的天然真气进去，所以麦心儿这时候的精神显得好了不少。一屋子人就围在炕边，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豆腐拌饭。东儿一家3口未免有些过意不去与难受，但范闲却是吃得无比开心。先前看着东儿姐倚门盼儿的慈母模样，他便知道东儿姐的生活终究还是能幸福下去，不见得一定要跟着自己去京都。小舅舅，京都好玩吗？小姑娘瞪着大大的眼睛，捧着大大的饭碗，一面用长长的筷子刨着软软的豆腐拌饭，一面无比好奇地问道。范闲放下碗，看着小姑娘认真说道：京都很不好玩，非常不好玩。不过如果不去玩一下，又怎么知道呢？你以后要不要去看小舅舅啊？要。回到伯爵府，范闲与婉儿讲了今天的事情。婉儿这姑娘听着范闲的叙述，也不禁红了眼睛。待听着东儿坚持不肯去京都，心中更是添了一份敬意。出得门来，范闲伸了个懒腰，揉了揉有些饱足的腹部，轻轻拍了拍手掌，一个影子缓缓地从廊柱旁边的阳光里现出身形来。如今的虎卫们都知道范闲的脾气，也知道范闲的实力，所以不再如往年那般贴身跟着。只有这一道影子，在将东夷城的9品剑手们赶回去之后，又成了范闲的复古之躯。范闲侧头看着他，说道：天天这么跟着我，烦不烦？影子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，说道：确实很烦。跟着那个跛子不烦？跛子身边有美女。范闲气结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今天白天你也看见了，对于麦心儿的病怎么看？既然以前没有迹象，他的身体好，应该不至于得这么重的病，应该是受了外伤，然后染的疾。范闲沉默地点点头，这个判断与他亲手诊疗所查出的情况极为接近。半晌以后，他平静说道：这事儿我不方便当面问他们，与东儿外援那方的脾气，这怕也是不敢说的。这儋州城里敢不给我面子的人还不存在，所以这事儿估计也是个误会。你去查一查，给对方一点教训就行。搞死人，是用脚踹的，你也用脚踹，踹到那个人3年起不了床。影子偏头望着他，半晌以后说道：你让我去踹人？语气有些古怪。确实，这位是谁呀？这位乃是监察院刺客帮的首领，天下最厉害的刺客。范闲居然会因为一个边缘小州里的小破事命令他去踹人。范闲温柔一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：杀人的本事你是天下第一，踹人的本事想必也是不会差的，辛苦你了。影子无话可说，重又陷入黑暗之中。范闲来到祖母卧室中，依足往年规矩，实实在在的行礼问安，然后便将今天去看东儿的事情讲了一遍。范闲清楚，在儋州这个地面上，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奶奶，所以心里隐约有些不舒服。奶奶应该是知道他的心思的，怎么忍心让他的大丫鬟在城内受这等阿杂气，连自家相公都被人欺负得躺到了床上。看着范闲的神情，老太太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笑着说道：心里在怨我？不敢。范闲话是这般说着，语气却有些硬邦邦。老太太看着孙儿难得的流露出了这种赌气的神情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将事情的原委讲述了一遍。原来是前任州守的公子不知如何看上了东儿，只是那位公子并不是个傻瓜，当然不会在儋州城里在伯爵府的面前用强，只是一味去豆腐铺子那里闲着脸纠缠。东儿被他缠得无法，但是对方又没有用什么太过下三滥的手段，所以只好忍着。但妇人能忍，妇人的男人总是不能忍。麦哥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男人的小宇宙，将那公子好生一顿痛揍。这事儿自然就变得大发了，毕竟那位公子的老爹乃是当任的州守。东儿相公虽然身子骨也结实，却是好汉不敌重拳，被打倒在地，还被收入了狱中。
也是老太太发了话，那位周守才没有继续纠缠下去。不过也就是这样，麦哥被当兄踹了一脚，又在牢里受了一些湿冷气，便落下了病根，一直在床上躺着。听着奶奶的叙述，范闲面色平静着，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缘由，也就明白了东儿为何沉默着。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麦哥先动的手，而且虽然儋州人都知道自己与东儿家的关系，可是在世人的眼中，甚至在奶奶的眼中，东儿毕竟只是一个早就被赶出家门的大丫鬟，是下人，而对方却是周守的公子，阶层的差别总是在这里。有这样一个结果，满儋州人都不会觉得范府做得不好，反而会觉得范府很是帮了东儿家大忙。只是范闲不会这般想，在他的心中，人群的划分从来不是依阶层而论，只论亲疏。